大家好，我是 Hiker CP。好，现在人在呢过年前夕，现在又在三村的全家。好，只要他不倒呢，我们就继续买。过年前夕，想要来走一个规划已久的一个路线，这样，那终于有点小空档可以来爬山。好像这个路线非常特别，就是很长，然后大概没有人这样子走过，没有想到一个好的名字。等我想到，等一下跟你们讲。那我们先去采买，出发 ，Go Go！ 超冷，寒流还没来，但已经非常的冷。现在我就觉得冷，想回家了，怎么办呢？就这次的所有的装备，32山 Bonfast 非常好用啊。最特别是这个，在这个 SOL 全名叫做 Survive Outdoors Longer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你可以活得久一点。2年前买的，全新未开封，好像是130几克，最轻的一个 BV。哦，露宿袋。如果你很冷的话，在路边要睡一下，就用这个东西，就是你可以 SOL 活得久一点。保暖系统呢，一样会以 Alpha。Usus 为主，帽子会戴了2顶 Compressible 跟 Usus 领巾，那手套一样是用 Alpha， 外套这是用 North Face 的20D 的材质，也是非常轻，200多克里，卡瓦斯的羽绒备用剂，所以就戴了一个安全帽 Weaver， 这个我也没有上山过了。虽然这次行程比较长，但是我还是决定要用长裤，值得信赖的小狐狸长裤，你不用选最厚的，其实这种中间厚度冬天就非常好用了。Normal 的羊毛袜，这个我也是非常喜欢。改版的帽子以及的变色片，一个就是这一次非常期待的4颗灯的 NU27， 它特别的设计就是可以2个兑换，换上去这样子。全新没开过，上山测试，就算没有换袋子，只有38克，非常非常轻。一堆果胶、软糖、能量棒、坚果棒，分好6次的胶囊。我们把这个冰敷这一层上面。现在呢，在50停车场，我们准备要出发。现在大概8点左右。那这次要挑战，就是想到一个很好的名字，叫做 IOY 圣人大满贯。桃山登山口，就是从登山口出发上去这样子。那我们就看今天可以走到哪里。OK， 出发 ，Go Go！4点2，冬季路都很大条啊，芒草都下过雪，然后走。好，下桃山大概2个半。好山，应该10刷吧。冷啊，手都很冻。第1颗百岳，等一下就要往迷摸的克拉叶到狮轮山啊，走了快1个小时，有点慢。然后我的脚一直在磨脚跟，非常的不舒服，2只脚都有，不知道是脚踝边缘有点坎。看，真舒服啊！第1次这样穿无色背心，包包没有脱，直接反穿，还不错，温暖的。啊，现在真的非常冷，我觉得体感已经是0度以下了。然后路上都有一些结冰结霜、硬冰，其实踩到是会滑，所以也是要小心走这样子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活动出发 ，Go Go！
比想象中远，而且很累，真的累。哦，爬1700，哦，走4个小时多了。鸟山真的鸟啊，超多星星。其实我要跟你讨论一下，比我想象中的远，懂了？我觉得我应该没办法陪你继续走完。你懂了？不知道是没睡饱的关系，还是你有头痛吗？刚刚在走的过程中身体使不太上力啊。脚没力。我心率一拉高，我头就会胀。哦，我觉得我有点高山症。这种硬冰呢，还是蛮滑的，所以要小心踩啊，会滑倒。它也不多啊，这都是没有晒到日照的。fuck 建筑。好嘞，看2点2，看到桃山了。我这风吹的头好痛啊！还是桃山山屋，妈的 fuck！冬天爬山就是这样硬啊！上爬山了。到了。对啊，先去桃山山屋休息。桃山山屋。快7点。昨天呢，我们大概4点的时候迫降在桃山山屋，住的人不多啦，所以我们就窝在一边睡。自己是把所有衣服穿上，没有用露宿袋，但我没有拿出来用，博龙是有拿出来用。然后刚刚说会反潮，所以里面微湿，但没办法，因为它太冷了，脚会蛮冷。我自己是身体不冷，是脚很冷。又没有带羽绒鞋套这样子，裤子我倒觉得还好，因为脚实在是太冰，所以盖过那个大腿的冷度。那身体是全部穿起来。North Face Future Light 很软，所以因为这是长程的单攻，又是高山，所以我特地带这件，然后20滴不会破。那里面是用卡瓦斯的羽绒，里面熊衣、熊豹哥熊衣，然后在里面熊豹哥的背心。那里面就是小蝴蝶的羊毛这样子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件哦，其实没有很多，所以蛮建议以这种天气要多带一件化纤会比较好。行进如果你用阿法不够的话，其实要把化纤给穿上去。化纤其实这个时候有作用这样。但如果你不是很容易流汗的话，其实那一件改成羽绒也是可以，但就是你要抓不出汗的状态这样。
好，这一次呢 ，IOY 大满贯的计划失败，我觉得就是主因我们体能没有调整的很好，然后天气的因素影响，反正其实我们都不太舒服啊。然后它有一点高反，我后来也是因为一开始我们没有戴毛帽，所以我就被吹到头有点痛。那我觉得在装备的上面有些东西我也没有准备的很周到，比如说其实应该要备一件雨裤，因为其实会下雨。手套我没有戴到手套，所以手指头非常冷。就是 Usus 的这个肉质手套，我建议在这种严冬是还要多戴一只全指手套的，会比较安全这样子。好，再来就是保暖。好，迫降这一次，虽然我还是没有用那一颗Safe， 忘记那个叫什么了，觉得让你的寿命可以长一点。之后有那一颗 Light， 博龙所说就是会反潮，所以还好，还好。对，我就是冷了我的脚，那身体因为穿了5件，所以我觉得还 OK。那卡瓦瑟羽绒蛮罩的，就很厚这样子，大概1-2个小时稍微有点恢复。当然我们也没打算继续走，就先撤退。山永远都在，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全。因为在硬走的话没有破，但是就是不舒服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要再回去检查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。博龙出现高反的这个症状，所以他一到克莱，我觉得总共有2个非常非常好的正确的做法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就是他到克拉耶3号点的时候，很明确跟我讲说，他要跟我讨论接下来的行程。他出现什么状况？第一个头胀胀，然后他吃了东西想要吐，一直在打嗝，脚没有力气。那种种的因素都是因为推测可能是睡太少，所以有引起高反。因为他以前没有这样胀胀的经验，他觉得非常的不舒服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确认这件事情之后呢，那我们在回程的时候，基本上他在离我距离都不会超过3到5分钟，然后我都可以大部分都可以看得到他的头灯。好，千万不能留一个已经有高反的人自己在山里面走。好，不管他走的路有多安全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好，上次才有个新闻，把一个人直接放在山岔，当然他们有做一些处置嘛，救援嘛。但我觉得留一个人还是有待商榷啦。那所以我们既然是长距的单攻，事前行程一起规划，一起出发，也都其实都有讲好，我们是会按照彼此的也会走在一起这样子，因为我们比较没有个人的时间压力，我们当然有计划的时间压力，但是都是可以因应现场我们2个人的状况去做调整。好，第一个，你有状况哦，你有状况的人不是你的队友要 cover 你哦，是你要主动说出你的状况。我觉得主动说出你的现在的状态，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队友要知道怎么去做处置，那千万不要放他一个人在山里面走，这样子根据他的状况去做判断。那我的判断是说，他基本上都慢慢走。因为我们其实离回桃山不是太远，以我们的体能就慢慢撸，一定撸了回去，而且回到桃山，我们就可以到山屋休息，这样甚至可以补眠，吃点东西。总结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啦，每次都是这样嘛。等一下呢，回到武陵山庄，对，因为实在太饿了，所以我们要煮点神秘的东西来吃。好，我们出发 ，Go Go！我们现在下山，准备要来神秘的料理，用这个神秘的锅子。之前一直用铝锅在煮，那就觉得铝锅的好处很多，只是不普遍。那铝锅其实它很轻，导热很均匀，不会有掉队的问题，觉得这就是它最大的好处啊。那其实缺点就是说它太容易坏掉跟变形。然后还有一部分说法是说，你煮东西会有铝离子，那铝离子会造成所谓的阿兹海默变成爬带这样子。但我们不会365天都用铝锅，所以我查过的文献其实对人体不会有太多的问题这样子。这是我做了一个新的铝的锅子，它跟一般白色的铝不太一样，是用了阳极的电镀，所以它会在耐用度的话会更高一些，然后用比较细的。其实这个我想要把它做成铝啊，但是因为要做成那么细的话，它其实会太软，所以就不太适合。然后用了一个比较薄的铁片这样子。那这种锅子的大小是700ml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个人煮一份自己的干燥饭或是泡面使用。那你要拿来直接煮成咖啡、喝饮料也完全没有问题。这样，那这个不需要再做隔热，因为它本来就不会传过来，所以是不会烫的。这样子，示范一下。没这么哈扣的行程的话，还是加打火机啦。神秘的打火棒还是可以用。那一样是 BRS
3000T， 还是我蛮重力最轻的一个炉头。这个200克的瓦斯，正港轻量法。那刚刚没讲到最重要的，这锅子，目前做出来大概是55公克左右，应该是受这个 size 里面878挺轻的啦。它不会有任何的锅盖，因为呢锅盖要自己做，但是我忘记带锅盖了，我只是拿这个挡风的锅盖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意思盖一下。这水那么脏。正常铝锅煮水，如果300到400ml的话，就会是落在3分半到5分钟左右不等。那要取决于你们用锅盖，然后你们用挡风板，还有当天气温的温度而决定这样子。其实没带什么料，但我今天泡面还是要隔成纸拌比较好煮这样子。锅卤水是比它要快很多，价格也相对便宜一点点这样子。爬山前请睡吧。你现在有在录？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影片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。我是骇客 CP， 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。